陪葬。我没死，不对，我居然回到了男友小青梅死前的那一天。男友的小青梅每天都夸自己是最勇敢的小羊，给供应商打款，他多次输错密码，公司账户被冻结。哎呀，手滑了一下嘛，那些数字跳来跳去的，但是我只错了2个数字啊，我是不是最厉害的小羊？给印刷厂发错设计图，300万的活直接报废。嘿嘿，那批货的荧光粉配色多好看，虽然要大家一起加班补救，但是我能发现那个配色，我依然是最棒的小羊。我和男友说过几次，他却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他总会进步的。直到公司招待大客户，他偷偷换了菜单，点了一堆芒果绵绵冰、焦糖奶冻、炼乳小馒头之类的小孩菜，帮我把这瓶红酒送到张总府上，替我表达歉意。为什么要换小羊的菜单？为什么要抢小羊的劳动成果？养好人坏。好了好了，小杨啊，不哭不哭。我们小杨这么能干，我让你当总监好不好？不可能，他偷偷换了菜单，点了一堆小孩菜，要不是我紧急撤回，这5000万的合同就没了。哪有那么严重啊？你们都是在坏蛋！哎，小杨，小杨！柳安安跑去买醉，被混混侮辱后跳楼了。我以为我们10年的感情终究是不同的。要不是你不让安安当总监，他怎么会死？你个毒妇！你亲了他，你就该下去陪葬！秦烨，盛庭宴那边你早点出发吧，张总点名见你，别迟到。景怡姐，迟到是小狗哦。顾一恒，既然你愿意拿整个公司陪你的小青梅过家家，我怎么能不让你们好好过个瘾呢？想到马上要在这里放上那些小孩菜，我就忍不住想笑。勇敢的小羊，可别让我失望了。张总，一路辛苦了。上次一别您提到的那个行业动态，我仔细研究了，颇受启发。江总总是那么敏锐啊，看样子今天我们又可以聊个痛快了。请进。上一世，柳安安也是这么穿，我强压着火气让她换了身正装，她还跟顾一恒狠狠地告了我一状。这一世，就让她带着顾一恒一起出丑吧。我叫柳安安。张总，见笑，这是我的秘书柳安安，年纪小，活泼，不太懂事儿。
这小姑娘真是活泼。张总，您真有眼光，我可是最棒的小杨。哦，小杨啊，顾总，这位姑娘她姓杨。她的小名儿，哎，张总，咱们就别站着了，快请入座啊！哎，大家别客气，快坐，这里位置好。啊，起来，那是主位，是留给张总的。柳安安平时最讨厌我指挥他，顾一恒要是开口，他没准就听了。一恒哥哥，我就要坐这里，这里空调风大，吹着舒服。啊，听话，张总人家是贵客，快让座。没事儿，现在的年轻人啊都不讲究这些。这小姑娘她想坐哪儿就坐哪儿吧，随意就好。张总这么说的话，我就不客气了。你呀，还不赶快谢谢张总？谢谢张总。没事儿，没事儿。顾一恒，你的脑子果然是被驴踢了。一句场面话，他居然就敢顺着梯子往上爬，真让柳安安做主位啊！上一世，柳安安被我逼着换衣服，来晚了半步，倒是没上演这么一出好戏。这一世，不知道他还会给我带来什么惊喜啊！上菜吧。好戏终于开始了。开胃小点，小点，后面才是正菜、硬菜啊！后面的菜还有什么？先生，还有一道甜点——芒果绵绵冰，请问现在需要上吗？什么？这一定是搞错了，搞错了！去！我马上去找他们经理啊！没有上错呀。一恒哥哥，我把菜单换掉了。张总，这些都是我特意给您点的，这都是我爱吃的，我想分享给您尝尝，你肯定会喜欢的，对吧？上辈子我紧急换了菜单，没看到他这副蠢样。他大概觉得呀，自己打破常规，别出心裁，以为张总这样的人山珍海味吃惯了，吃到这种小甜食一定会很开心。可惜以他那点可怜的脑容量，估计再想2辈子也想不明白，这种级别的商务宴请，吃的从来都不是饭，是对客户的尊重，是公司的实力和脸面。别闹了！顾总，这就是贵公司的待客之道吗？用这些哄3岁小孩的东西来招待我们张总，这些东西恐怕连300块钱都没有吧？怎么，贵公司明天是要倒闭了吗？连顿像样的饭都请不起吗？张总身边的秘书跟了他不下5年，那些不便说出口的话，向来由他代劳。张总，误会，绝对是误会。他刚来公司，所以不太懂这些公司的规矩嘛。您大人有大量，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我们公司的预算非常充足，诚意绝对到位。我马上重新安排一下，保证让你满意。新人，贵公司的诚意就是让一个新人坐在主位上，还是说你们公司现在连一个拿得着台面的人都没有了？新人怎么啦？我可是勇敢的小羊。勇敢的小羊，柳安安的脑子大概真的坏掉了。平时在公司自嗨没人管他，怎么对着外人也敢这么发疯？真以为商务宴请是在过家家吗？勇敢小羊，是我，怎么了？
顾总，你脑子没问题吧？这种级别的商务宴请，你带着一个乳臭未干、满嘴胡话的小丫头，你是不把我们张总放在眼里，还是不把我们整个瑞泰集团放在眼里啊？瑞泰是行业龙头，他们的单子，无数人挤破头都想抢，能和张总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机会，更是千金难求。要不是我二叔从中牵线，顾一恒连见张总一面的资格都没有。啊！别说了，我命令你，不许再说话。张总，这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招待不周。这样，我求你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哎，快把那个李大师的紫砂壶快拿过来！什么？紫砂壶，那个紫檀木盒子，快拿过来！你不是说等项目谈成了再送吗？那现在送的话，哎呀，都是送给张总，那早送晚送都是一样的嘛！快拿出来啊！哎呀，张总，您也好此道，我特意托好几层关系，花了50万才淘换到这个民国紫砂壶，大师李来谷的亲手之作。小小心意，请您鉴赏。李来谷的作品啊，倒是难寻呐。你有心了。张总，那个我要不给你介绍介绍，这只壶的泥料是顶级的朱泥，您看这色泽该来的终究躲不了。壶身上呢刻的是渔翁垂钓图，笔触细腻，意境悠远。张总，这个误，这误会，绝对是误会。那个肯定是拿错了啊！紫砂壶，我让你带来紫砂壶的。对不起嘛，一恒哥哥，我不小心把它打碎了。可是我把我最喜欢喇布壶放进去了。一恒哥哥，我是不是很厉害、很聪明的小羊？你什么时候打碎的？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哎呀，你弄疼我了吗？就昨天嘛，没来得及告诉你。哎，我也想办法补救了呀，我就在网上买了个一模一样的壶，只是快递有点慢。但是我想到喇布布最近可火了，可流行了，我就把它放进去了。我想张总肯定一定会喜欢的。50万，50万的紫砂壶啊！你拿个破塑料娃娃才值几个钱？600万！你这个脑子是不是有病啊你？你笑我干什么呀？我也在很努力的补救了，我又没有说故意弄坏它，你为什么要笑这么开，小杨？好了，不，我不是在凶你，我只是太急了啊！好了，这样，我待会儿去给你买最近很火的奶皮子糖葫芦，好不好？啊，真是一出精彩绝伦的好戏。荒谬！哎，张总，景叶，你跟张总关系好，你先去稳住张总，我这边还得哄安安。哎，快去啊！哦，好。包括。张总，他们俩不大懂事儿，今晚让您见笑了。不如瑞泰的这笔项目，您直接跟我谈。必须在电梯到达前说服他。你怎么谈？当然是边吃边谈。江总，张总的行程很紧，时间上恐怕……张总，这附近有家地道的云城私房菜，云雾熏肉和郡王炖土鸡堪称一绝，都是您家乡的老味道。我已经联系好了那边的老板，食材备着，火候候着，从这儿过去大概10分钟的车程，这车到菜就能上桌。好，看你二叔的面子，我就给你这10分钟。重活一世，
我绝不会再为别人的愚蠢陪葬。合一创想既然烂了根，那我就亲手种一棵新树。江总，您这心思可太周到了。张总，关于瑞泰新季度品牌方案设计，我认为核心在于前期的用户洞察。大体就是这么个设计。思路清晰，对品牌了解也很透彻。看来你早就跳出了合一创想那摊儿，自己做了不少的功课呀。来，江总，敬您一个。哎，张总，您尝尝这道菜，这是您家乡的。顾总还是太年轻，沉不住气，也分不清里外。锦衣啊，我看中你的不只是临危不乱和你备下这第2桌饭菜的眼力，更看重你的专业度和创意执行力。瑞泰新季度品牌交给你和你的新团队，我放心。承蒙张总信任，好的设计本身就是最犀利的商业语言。这个后续的创意方案，我会让我的团队尽快提交。合作愉快，合作愉快。重来一次，不过是吃一堑长一智罢了。今天最好的他陪我一起吃一大桌最爱的菜，今天也是最棒的小杨。我在酒桌上挽回5000万的订单，他却在陪他的小杨吃儿童餐，玩这种幼稚的把戏，连一个电话、一条询问项目结果的短信都没有。是时候让锦华提前亮相。喂，爸，我准备跟顾一恒分手了。想开了，我的宝贝女儿终于想开了。好好的南城首富之女不当，非要去照顾她那点可怜的自尊心。爸早就想说了，同样的2条腿，共享单车都比那小子抢手靠谱。爸，我那不是不懂事儿吗？现在我想请您帮个忙。你说。我创办了一家公司，叫锦华，不久后将是合一创想的直接竞争对手。需要您帮我安排点人手和启动项目。没问题，我让你周叔过去帮你，人手资源随你调动。记住，玩够了就回来，僵尸迟早要交到你的手上。谢谢爸，我知道了，会的。大小姐，锦华设计的所有注册文件已经全部版妥，电脑里是公司的账户。按照您的意思，第一笔5000万的启动资金已经全部到位，后续呢，根据您的商业计划书随时追加。辛苦周叔了。大小姐，老爷说了，玩够了之后就回家，江家的产业还等着你呢。我知道了。锦衣，你怎么在这儿？你能在这儿，我就不能在这儿了。
不用问也知道，昨天陪他的小杨吃完儿童餐，又熬夜打游戏去了，玩物丧志。我以前到底是怎么看上这种废物的？金叶，你不介绍介绍，这位是？我是大小姐的。周叔是我家的长辈，刚好在附近，就跟我过来聊点事情。哎，不对啊，他刚刚喊你大小姐，家里疼我，从小这么叫我，一个称呼而已。要是被这小子知道大小姐的身份，怕是更像牛皮糖一样甩都甩不掉。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锦衣，咱们已经聊完了，我先走了。好，辛苦周叔。项目的事情怎么样了？张总那边怎么说？现在知道急了。项目吹了。什么？吹了？怎么回事？张总他不是你二叔的朋友吗？锦衣，你这事儿都搞不定啊！我二叔跟张总熟，不代表这5000万的项目人家就要白送给我们。想跟瑞泰合作的公司能从这儿拍到黄浦江。况且，昨天张总是真的生气了，他觉得我们公司对他极不重视。安安他也是没经验嘛，他还不懂商务宴请的规矩啊。柳安安入职已经满1年了。什么1年的？1年能学到什么呀？啊，肯定是公司那帮同事排挤他，没好好教他嘛。没教，财务总监教他贴发票，他转头就把发票扔进了碎纸机里。人事经理教他公司的规章制度，第2天他就穿着漏气装来上班，说什么要给公司注入活力。你不是说要把他放在身边亲自教吗？这就是你教出来的结果。安安，他还需要时间成长。行了，需要时间成长。那这次弄丢了公司5000万的项目，你打算怎么跟董事会交代？一恒哥哥，你们在说什么呀？是不是在说昨天点菜的事情？我就说了，我是最棒的小杨。哎，那些菜那么好吃，是那个张总他不懂欣赏吗？好了，小杨，你去选彩虹蛋糕，我等下再去找你啊，去吧。哦。你也看到他还小嘛，还不懂事儿，背这么大锅的话，肯定会被公司开除的。我答应过他妈妈要好好照顾他，可要是我扛起这件事儿的话，我这总裁的威信。锦衣，你看，你是公司的副总，资历最老，能力最强，董事会的那帮老家伙他最信服你，要不这次的责任你先扛下来，顶多就是降个职，走个流程给那帮老家伙看。我还是总裁，公司的权力在我这儿，你放心，最多半年啊，不，3个月，我肯定风风光光的帮你提拔回来啊！哎呀，工资的事儿你不用担心，大不了从我总裁的薪水里面扣，我私下补给你，保证你的生活品质啊一点都不会降。真是天大的笑话！这是钱的事儿吗？这是我的名声，我10年的心血，在他嘴里就值他那点破工资。柳安安的错，凭什么要我来承担？时机未到，不能翻脸。真的？当然是真的。锦衣，我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什么时候骗过你啊？我知道了。锦衣，还是你乖。今天晚上我去找你。陆一恒，既然你自己上赶着找死，那就别怪我。
你要的所有东西都在里面了，合一创想近几年所有的财务核心数据，还有潜在问题。要我说，你早该出来单干了。合一创想听着像是把你俩名字合在一起取了个一字，那明眼人谁不知道？那公司能撑下来，完全是靠你江景逸一个人当牛做吧。至于顾一恒，他根本就是个添乱的。谢了，莫姐。那我先去趟洗手间洗洗脚。我刚才明明看到他往这边跑了，那个极品男模呢？哎呀，不好意思啊。谁在那儿？奇怪，刚才还在这儿呢，跑哪儿去了？再找找，老娘今天必须把他给睡了。走。凭啥瞅啥？被误会成男模，被几个有钱的女人追赶。跟我来。啊？哎，不对，我应该是被下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没事儿，我帮你。你敢？我有什么不敢的？难道我能做到这个女人上面？喝点没？啊，好多了。行。喂，金逸，我半小时后。你好，记住把手机落在我们露娜酒吧了。酒吧？裴总，那几位女士已经被我请走并敲打过了，不会再打扰你。刚才的事谢谢啊。那个，方便加个联系方式吗？包里还有周末给的机密文件，绝不能被他看见。得罪了。这不是江景逸早上穿的衣服？江景逸审美果然差，到处都有撞款的，不如安安特别。真有激情。裴总他居然这么听话，这位小姐是何方神圣？刚才情况紧急，感谢配合。拜拜。拜拜。裴总，这次我们来南城，不是要见见老爷子和江老爷子早些年定下娃娃亲的那个江小姐吗？听闻对方早心有所属，而且早有退婚之意，我们又何必上赶着自讨没趣？哎呀，景逸，你怎么会出现在酒吧呀？我上午不是跟你说过我要去找你，你不是应该在家吗？那么大一个项目被我搞丢了，我这心里堵得慌，连出门喝个酒、散散心的资格都没有。
锦衣，对不起，是我不好啊，你别难过，我会弥补你的。你不是一直说想看那个西部牛仔的电影吗？我现在就订票，带你去看啊。喂，一恒哥哥，你去哪里了嘛？那家魔力甜心冰淇淋限量版卖完了，小孩不开心，快来帮我买嘛，我不管。好，啊，你别哭啊，我马上过去，带你去买梦幻城堡的钻石冰淇淋，比那个还好，好不好？好。锦衣，安安还小，他离不开人，我这得马上过去一趟。你是刚喝了酒，就别开车了，找个代驾，安全第一。那个电影我下次再带你去看。你去吧，我没事。那部《西部牛仔片》上个月就下映了。怎么回事？城北的商业广场设计，星耀科技的年度品牌包装，怎么全都被抢了呀？这个锦华设计到底是什么来头？怎么就阴魂不散盯着我们合一创想啃？听说那边财大气粗，给的预算很足，而且挖走了我们好几个意向客户，手法很毒辣。过几天的股东大会，我拿什么去交代啊？拿这些被抢过的业务报表吗？公司不养闲人，更不要蠢货。你们必须给我想出应对锦华设计的办法来。顾总，查到了，关于那个锦华设计，我们查到了一些消息。他们的幕后老板是……听说和江总一样，也是位女性，但身份成谜，背景极深，根本查不到。哎呀，废物，都是一群废物！秦叶，现在公司情况这么糟糕，你说该怎么办？我知道。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羊奇妙冒险计划啊，把我们的设计方案都换成小羊主题的，然后在广场上放那种会发光的小羊气球，在宣传册上印上小羊脚印，多可爱啊！客户一定会喜欢的。可爱，柳安安，公司损失的是真金白银，不是你过家家的筹码。你已经让公司的财务被冻结，300万的货打了水漂，还没玩够。难不成你是想等公司破产了才闹够？锦衣姐，你不会嫉妒一恒哥哥疼我吧？锦衣，别说了，现在公司最重要的是团结，是应该找出那个该死的锦华老板是谁，而不是在这里欺负安安。我欺负他？顾一恒，是需要我把公司财务报表和报废通知单贴在你脸上提醒你，让公司陷入危机的是你怀里这个天真可爱的柳安安吗？哎，你现在跟我提团结，是要拉着所有人给他陪葬了？好了，锦衣，我知道你心中有气，但是吃醋也要有个限度。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安安下不了台，不就是让我下不来台吗？啊，程玲，程玲呢？把他给我叫过来！顾总，你找我？陈总监，你是公司的技术核心，现在公司业务被抢，内部混乱，你必须在技术上给我想出个应急办法来，最起码稳住现有的客户，不要再出现任何乱子了，啊！顾总，针对星耀广场的城北商业科技项目，我已经带领技术团队做了一套高精度、可视化的动态效果模拟演示，
这套方案可以深度模拟产品落地后的用户交互体验和产品增长曲线，远超以往的静态设计稿，或许能给我们争取第二次演示的机会。就按照你说的去做，技术上你给我守住，不要再出现任何纰漏了。这套深度演示正好能让客户更清晰看到合一创想，或者说未来锦华的潜力。顾一恒，你就在这虚假的希望里再得意最后一晚吧。顾总人呢？这么重要的股东会议，他当菜市场，想来就来。也许是在忙瑞泰项目的后续吧。拿下瑞泰，我们上市。哼，你的消息滞后了。瑞泰那个5000万的项目黄了，被一家新冒出来的锦华设计半路截胡了。什么？5000万的项目说黄就黄了？这个锦华是什么来头？搞砸这种量级的合作，不管是谁，必须负责。混蛋！顾总，这里是股东大会，你身边的这个女的穿的是什么东西？是你的思想太老土了，这叫 Y2K 千禧风是时尚。我穿什么不是开会？放肆算什么东西？一个助理，谁允许你进股东大会的？滚出去！安安他不是普通的助理，我管他普通不普通，助理就是助理。在座的各位，谁带助理进来了？顾一航，你把这当你自己家的后花园了？张总，您先消消气。这次情况特殊，瑞泰的项目柳助理确实是主要跟进人之一，让他留下来有助于我们后续理清项目细节，追究责任人。江总说的在理。行，那就听江总的。秦叶，谢谢你啊。不用谢，我留他呀，是为了让你们这对苦命鸳鸯死得更整齐一点。顾总，废话少说，瑞泰的项目到底怎么样了？各位，我很抱歉的通知大家，瑞泰的5000万合作项目，我们没能拿下。不是早就做了万全的准备，10拿9稳了吗？怎么会没拿下？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对，必须给一个交代。交代，交代不行。这次合作的失败，责任重大。经过董事会高层的紧急磋商，这次决定由公司副总裁江景逸负全部责任。我反对。不是，景烨，昨天不是说好了吗？说好什么？顾总，公司利益高于一切，我不会包庇任何人，也不会替任何人背黑锅。至于项目的真正责任人以及项目失败的真正原因，我有证据。一恒哥哥，我就要坐这里，这里空调风大，吹着舒服。张总，这些都是我特意给您点的，这都是我爱吃的，我想分享给您尝尝，你肯定会喜欢的，对吧？新人怎么了？我可是勇敢的小羊。对不起嘛，一恒哥哥，我不小心把它打碎了。可是我把我最喜欢喇叭舞放进去了。一恒哥哥，我是不是很厉害、很聪明的小羊？这是去谈生意的，这他妈是去砸场子的。顾总，客户走了，你还去哄女人？5000万都比不上你小助理的一滴眼泪。我也想努力谈成项目呀，我也努力了呀。哼，努力把5000万搞黄，真是我见过最努力的蠢货。
张敬业，你非要做的这么绝吗？安安还小，他承担不起，你这是要毁了他。你要敢不按我说的做，我们之间就彻底了。我们在一起的10年，江景逸从来没对我说一声不，这次固然也是。那就分手。顾一航，是我甩了你。对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前天与张总的饭局结束后，我私下又做了很多的努力，现在瑞泰集团5000万的年度品牌合作合同已经正式签署了。景逸，景逸，刚刚我说话是有点重哈，那个你不能为了跟我赌气，就在这种场合跟大家胡说八道啊！这是咱们2个人私下的事儿，你不能拿公司的大事跟大家开玩笑，也不能意气用事啊！江景逸，你也太过分了吧！你怎么能打一航哥哥呢？他也是为了公司好，你得不到就想毁掉，你个恶毒的女人！不过啊，这个5000万的合同是跟我江景逸个人签署的，与合一创想和顾总没有任何关系。签给你个人的，业内都在传，瑞泰的这个单子是跟那个势头凶猛的锦华设计签的。锦华的那位神秘总裁，江总，你难道就是？没错，我江景逸就是锦华设计的创始人和 CEO。大家都听到了吧？这江景逸就是咱们公司的内鬼呀！他吃里扒外，处心积虑的创建对家公司，抢走我们的客户。我们合一创想的根基就这么被毁了，他就是在毁掉我们公司啊！我们应该立刻报警，让他得到法律的制裁。江景逸，公司待你不薄，你居然做出这种事儿，这是赤裸裸的商业背叛。我们将要联名起诉你，让你在这个行业身败名裂。对，一航哥哥说的对，你就是嫉妒我，嫉妒一航哥哥疼我，你个坏女人！顾一航，说到背叛和毁掉公司，在柳安安屡次冻结公司账户、报废300万的货物时，你不仅没有阻止，反而去利用公司的资源填补漏洞。合一创想最大的漏洞和蛀虫，难道不是柳安安和你这个公私不分、毫无原则的总裁？我江景逸创立锦华设计，靠的是我个人的能力、资源和眼光，在这个市场上堂堂正正的竞争。而你们除了消耗公司底蕴、破坏团队士气，将严肃的商业谈判变成你们过家家的舞台，还做了什么？那又怎么样？安安只是不懂事儿，总比你这种处心积虑的损害公司利益的叛徒强10000倍。诸位，情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是利益和未来可以。合一创想如今内忧外患，品牌信誉受损，核心客户流失，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得清楚。而锦华设计不仅拿下了瑞泰5000万的订单，更是与城北商业区以及星耀科技达成了深度合作意向。而锦华设计现在拥有清晰的商业模式、顶尖的设计团队以及足够支撑快速扩张的现金流。现在我给各位2个选择：第一，我手上现在持有合一创想30%的股份，我可以以市场估值的8折转让给愿意坚持的诸位。不过
留下来，可就要面对顾总和柳安安继续折腾公司了。我劝诸位谨慎选择。第二，在座的各位都是公司的元老，是明白人，锦华随时欢迎有能力、有远见的各位加入。副总裁、董事以及合伙人的位置，随时给大家留着。杨总，识时务者为俊杰。我老刘早就看出您非池中之物，合一创想这滩烂泥，谁爱扶谁扶。锦华副总裁的位置，请务必给我老刘个机会。还有我，江总的能力大家是有目共睹。合一创想早被某些人搞得乌烟瘴气。江总，我带着我全部的资源过来。啊不，刘总，张总，留步！合一创想能有今天的成就，都靠大家多年的心血。你们忘了我们当年谈下第一个100万项目的时候吗？我们一起喝那么醉，难道我们这么多年苦心经营的公司都比不过他锦华画的一张大饼吗？一恒，不是我们不讲情义，实在是……一恒哥哥，那些老古董走了才好。以后公司就是我们的天下。这样，小爷要把办公室刷成粉红色，还要堆满会发光的小羊。哼，情义心血，顾总，你留着你的心血陪你的小羊过家家吧。顾总，您真没必要为那些见利忘义的人生气。要我看，江景逸他算个什么东西？一个靠着来路不明的钱开公司的女人，指不定是爬了谁的床才。消消气。你再说一遍。我说你，哎，你还轮不到你这只只会摇尾乞怜的狗诋毁我。嘴巴这么脏，给你张纸，好好擦擦啊。景逸，一恒哥哥，他也太嚣张了吧！眼睛这么红，得狂犬病了？那可得离远点儿，免得还得打疫苗。哎你，一恒哥哥，你没事吧？顾总，这事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那你说怎么办？我打听到，金圈太子爷裴之燕裴总一手创办的硕科未来，马上就要启动全球 AI 形象以及总部园区设计，预算这个数足8000万呢。业内顶尖的设计公司全都盯着这块肥肉呢。别看了，现在公司动荡，股东都已经撤资了，我哪还有什么竞争力吗？怕什么呀，一恒哥哥！哎，那些老古董走了正好，你可以把那些股份都收回，这样公司就是你一个人说了算，你以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小爷永远支持你。我也支持你。没错，说的不无道理啊。到时候我把这散股收回来，这合一创想可不就属于我一个人的。顾总英明。我还打听到，裴总热衷于收藏科幻电影的原版道具。明天南城拍卖会啊，就有一块星际穿越的原版墨菲手表。哇，投其所好啊！若是拍下此物，在招标前作为礼物送给裴总。对了，顾一恒正在紧急回收散股，试图完全掌控合一创想。另外，硕科未来的全球设计招标下月初正式启动。硕科未来这款是块试金石，拿下它，锦华就能在顶尖科技圈站稳脚跟。这是裴总和硕科的资料。值得一提的是，裴总是一个资深的科幻迷。这想要跟顶尖的人合作，
自然要铺好每一块敲门砖，了解他的喜好，展现我们的诚意跟用心。明白，已经以景华的名义预约了明天拍卖会的 VIP 席位。去吧。星际穿越。喂，爸，我正打算下班呢，这什么风让你这个点儿打电话来查岗啊？下什么班？赶紧回家来，家里来了贵客，回来帮我招待一下。贵客是什么客人这么重要，需要我亲自回去招待啊？爸，就你那些生意伙伴，我改天再……哎呀，让你回来你就回来，快点啊，等着你。什么客人这么神秘？江伯父，我这次来南城行程紧张，到现在才来拜访您，实在失礼。哎，知燕，你这说的是哪里的话？你们年轻人嘛，事业为重，忙是好事，伯父特别理解。礼数不可废，但听闻江小姐心有所属，我此番过来还是要早点主动解除婚约，以免误人姻缘。江伯父，其实我这次来，除了拜访您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哎，你看我这脑子，还没有给你倒茶呢。来，尝尝伯父珍藏的好茶。也罢，等江伯父泡完茶再说也不迟。我跟你说，我这茶一年就产个几两，快尝尝。来，好。好茶，伯父。江小姐她锦衣已经在路上了。你们年轻人肯定有很多的共同语言，那丫头就是事业心太强，跟你一样。你们年轻人啊，要是能够多聊聊，肯定特别投缘。江伯父，我想您是误会了，我这次来呢，是想聊一下我们两家婚约的问题。我认为这个安排，对，是该好好安排安排。你还没有看过锦衣的照片吧？来，看看。这呀是锦衣6岁时候的照片，可爱吧？哎呀，就是这丫头，她长大了以后不爱拍照。知燕啊，你之后多跟她聊聊啊。这年轻姑娘嘛，哪能不给自己的青春留点纪念呢？这眉眼间像是在哪见过。酒吧遇到那个女人？肯定是锦衣回来了。抱歉打扰，裴总 ，M 国分公司突发状况，几位董事已在线上等候，急需您上线主持紧急国际视频会议。江伯父，抱歉，公司有急事，我要先回去处理。今日叨扰，改日再次登门致歉。工作要紧，快去吧。好。差点忘记把见面礼带上了。最近是怎么了？看谁都像是酒吧那个女人。总算是找到了。爸，我回来了。
贵客呢？神神秘秘的。你这丫头啊，回来的还真是时候。人刚走，公司里有急事。不过嘛，也好，我刚好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你还记得你爷爷在你小的时候给你订的那门娃娃亲吗？爸，打住！我这明天有一个重要的拍卖会，我这得赶紧敷个面膜，养精蓄锐一下。拜。好的跟兔子似的。算了，来日方长。给你，你喝，你老不喝？你喝嘛，多喝点啊。哎，锦衣姐，你怎么在这儿？该不会是来追一恒哥哥的吧？江锦衣，你今天要是来求复合的话，我或许可以给你一次机会。不过，你必须要把锦华设计无条件的转让给我，作为你之前背叛公司，让我伤心的补偿。否则，一切免谈。顾一恒，你是出门没照镜子，还是被你的小羊啃坏了脑子啊？锦华是我一手创办，跟合一创想没有半毛钱关系。你这空手套白狼的本事，倒是比你经营公司的能力强多了。江锦衣，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你不就是为了硕科未来的那个项目来的吗？想靠今天的拍卖品来接近裴之燕，我告诉你，没门。这怎么样？商业合作各显其能，我就是看中了裴总的眼光和硕科未来的潜力。哎，倒是你，不知道顾总这次准备了多少预算？哎，别再跟上次一样，这连个像样的见面礼都拿不出来。好，江锦衣，我跟你没完。一恒哥哥，别理那个坏女人，我们赶紧找位子坐吧。小杨想看闪闪亮亮的宝石，走。一恒哥哥，你看那个亮晶晶的，好配小杨今天穿的裙子。小杨喜欢就买。下一件拍品：铂金镶钻鸢尾花项链，起拍价15万、16万、20万、20万。这位先生出价20万，还有要出价的吗？20万一次，20万2次，20万3次，成交。恭喜这位先生。下一件拍品，一恒哥哥，那个包包小杨在时尚杂志上看到过，背上它，小杨就是最时尚的羊啦。你喜欢就好。90万。16号先生出价90万，成交。顾总真是对女伴疼爱有加，看来合一创想的现金流比我们想象中要充裕得多啊。一起创业10年，公司最艰难的时候，我连一盒冬天的草莓都舍不得买，怕被他说不懂节俭，太过物质。如今为了讨好另一个女人，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他倒是眼都不眨。也好，这样就更没什么值得留恋的。尊贵的各位来宾，下面这一件拍品呢，非常的特殊，它并非传统意义的珠宝艺术品，但却承载着穿越时空的情感与信念。这就是电影《星际穿越》当中墨菲库珀所佩戴的原版道具手表，起拍价80万。100万。120万。150万。江锦衣，
跟我争？你锦华有几个臭钱够你烧的？200万。顾总，你还是操心一下何姨的账户吧，别再跟上次一样，穷的只能点小孩子。280了。江景逸，我可不像某些人忘恩负义、吃里扒外。疯了不成？这表市场价顶贴150万。看来顾总和江总这是杠上了。300万，论吃里扒外，谁也比不过你吧？10年心血，抵不过人家的一滴眼泪。450万。顾总，你既然志在必得，那我又怎好夺人所好呢？450万1次，450万2次，450万3次，成交！恭喜顾先生。江景逸，看到没？这属于我的东西啊，终究是属于我的。你想靠这个拿下订单，做？顾先生，请您刷卡确认。来，交易失败。抱歉，顾先生，交易失败，请您换张卡或者确认一下余额。不可能啊！那刚刚我拍那些东西不都好好的吗？你再试试。交易失败。抱歉，顾先生。把你们经理给叫过来，这机器肯定有问题啊！去。那个，各位稍等片刻啊，这估计是银行系统啊，它有些延迟啊。喂，顾总。周末，我这卡怎么回事？我怎么这卡刷不出来啊？我正要联系您，因为之前柳安安多次违规操作，导致公司财务数据存在重大潜在问题。银行方面已经启动了审查程序，公司账户被银行临时冻结了。什么？另外，我身为公司财务总监，对于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和潜在风险，有着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我已经向董事会提交辞呈，引咎辞职。再见，顾总。喂，住！哦，江景逸，这一切是你搞的鬼吧？你早就联合了这个周末一起设计我。顾总，这说话呀可是要讲证据的。银行账户被冻结，那是因为合一创想这个资金本身就有严重的问题啊。至于周总监辞职，不过就是良禽择木而栖。锦华随时欢迎各位像周总监这样优秀的人才加入。你这个，我怎么？顾一恒，有证据的话，欢迎去起诉，否则别在这里无能狂怒，胡脏小了。这件竞品，既然顾先生无法交易的话，那能否由出价第二高的我竞打？是的，江总，300万墨菲手表归您所有。交易成功，谢谢。谢谢。
长哥哥，那手表没了，那不久之后的硕科招标会怎么办？没关系，他江景逸也不是无懈可击啊。他这个老毛病啊，就是他最大的把柄。裴总，这是南城拍卖行刚刚派人送过来的，是星际穿越的那款原版墨菲手表。送件人说是锦华设计的人嘱咐，务必亲自送到您手上。附言是：宝剑配英雄，好表配知音。动作很快，心思也巧，合一创想乱象丛生，这个掌舵人倒是另起炉灶，做得风生水起，做得不错。裴总他居然会评价一家还未合作的公司，这锦华设计看来是真的入了裴总的眼了。你先去开车。是。好巧啊，又见面了。是啊，没想到我们在这里遇到。你怎么一个人吃这个？啊，因为方便呀，省时省力，还能顺便做点工作。而且硕科分部就在隔壁，万一能偶遇那位神秘的裴总，蹭个饭，顺便聊聊我们的企划书，那就再好不过了。冒犯了。没事儿，你别介意啊。我这人就这样，之前啃油条还能沾一手墨水呢，习惯了。在酒吧里机敏果决，现在又独立干练，不失鲜活，到底哪一面才是真实的他？那个你……喂，我知道了，你先稳住客户，我马上回去。不好意思啊，公司有点急事，我得赶紧回去。回见。锦华设计，他是锦华设计的员工。关于总部园区设计招标会的行程安排好了没有？已经安排了李副总出席。告诉李总不用去了，我亲自去。啊？是，我立刻通知。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裴总居然要亲自参加这种级别的会议。往常这种会议，连递到他跟前的最终报告都是摘要版的。一恒哥哥，我来啦！哎呀，不是不让这么穿吗？这样穿人家才是最漂亮的小羊嘛。好好好，东西带来了吗？当然了，我按照你说的，我特意去找那种花粉最多最呛的野花。我好不容易才提起就这么一小包，因为我是不是最棒最勇敢的小羊？
当然了，我们小杨是最棒的啊！这下你可立大功了。李总，方案的最后一部分数据我马上发您邮箱。柳安安，你怎么会在这儿？我就随便看看，不行吗？这里不是你的羊圈，要啃草，去顾以恒身边去。江锦逸，嚣张什么呀？你给我等着，一恒哥一定会让你好看的。哼！柳安安出现的有点蹊跷。喂，李总。好。江锦逸，看你这次完美逃！就这间江总的新办公室，彻底清理一遍，尤其是空调系统，务必清洗消毒干净。什么清理空调？偏偏是现在！看来今天就是锦华和合一创想之争了。合一啊，最近元气大伤，但顾总似乎志在必得。不过论起实力和方案，那还得是江总的锦华赢面更大一些。那我先去那边了。对不起，对不起，我是要去云店陪总的，脚底打滑了，不好意思，你没事吧？这是怎么了？别过去，万一被讹上怎么办？别看了，都别看了！慢点吸入。立刻联系医院，准备急救。清空专用电梯。是。障碍清除，硕科的设计权终究是我的囊中之物。查清楚了，这是公司内部监控录像。昨天顾一恒伪装成保洁人员混入公司，在你的空调出风口动了手脚，撒了大量花粉。哦，另外会场撞你那个人，昨天傍晚收到了一笔来自王硕的转账，证据确凿。为了赢，他倒是把这份心思和执行力用到了极致。行，你先好好休息。家里厨师亲自熬的小米粥，火候足，最养胃。还给你配了几个清淡小菜。谢谢你，今天在会场多亏了你。原来你就是锦华设计的负责人，张锦逸。现在，请容我正式的介绍一下自己。硕科未来的负责人裴之燕。真是没想到，大名鼎鼎的金圈太子爷硕科掌舵人竟然是你啊！我能帮到你什么吗？顾一恒和锦华设计，比如说，我可以以不正当的竞争为理由，取消他们的资格。
谢谢你的好意，不过不必了，设计权就让他先拿着，让他再扑腾一会儿，我还有后招。等他以为自己稳操胜券的时候，才是他摔得最惨的时候。顾总，要我说呀，江锦逸那点本事，连给您提鞋都不配，这设计权就该是您的。哎，顾总，来，我敬您。祝何一在您的带领下一飞冲天。江锦逸到底是个女人，关键时刻就掉链子。以后南城的设计圈该换换人了。你也功不可没。一恒哥哥最厉害了，小杨永远支持你。来，干杯！顾总，不好了，出大事了！慌什么？天塌不着，没看见我们在庆祝吗？陈宁总监他带着整个核心技术团队集体提交辞职报告。什么？陈宁？他可是公司的大头麦呀！硕科这个项目，所有的技术架构和动态演示全在他的脑子里面。他要是走了，这个项目根本就进行不下去。慌什么？反了天了，一个个的，不就是想加薪吗？告诉他们，我不批。顾总，他们说如果您不批，他们就集体清空年假。他们整个团队每个人都攒了1个多月的假期，明天开始技术部就没人了。好，很好啊，以为这样就能要挟到我了。没了张屠户，还是带毛猪不成？王硕，现在立刻马上给我高薪去挖人，行业内所有技术科的人全都给我挖过来。是。顾总，恐怕没人来，网上现在都传疯了。劲爆！何一总裁顾一恒为夺标，近半保洁潜入对手公司投放过敏源。恶性竞争无底线，故人回肠心胸，致锦华总裁哮喘发作现丧命。现在业内都在传说你手段龌龊，毫无人性，名声已经臭了，根本没人敢收我们的 offer。就连之前谈的几个合作方都打电话说要终止合作。一恒哥哥，你的手。顾总，硕科那边要是交不出设计图，那天价的违约金闭嘴！锦逸，顾总，走错门了吧？这合一创想的总裁办公室可不在这儿。锦逸，是我之前做的不够好吗？我改，我一定改。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机会？什么机会？照例替你和你的小青梅收拾烂摊子的机会啊！我知道你介意安安的存在，但是只要你这次回来之后，我保证，他不会再参与公司的任何事务，也不会出现在公司了，好不好？啊？哦，那我是不是该感动一下？顾总为了公司，连自己心尖上的小青梅都舍弃了。江锦逸，合一是咱们一手创办的呀，你忍心看到他这次摔得粉身碎骨吗？你真的就没有一点留恋？留恋？我确实后悔了。锦逸，我最后悔的正是跟你这种目光短浅、公私不分的蠢货合作，这简直就是拉低我的智商，消耗我在行业里的信誉和竞争力。江景逸，我都这么低声下气过来求你了，你非要把我赶尽杀绝才好吗？
赶尽杀绝。顾一恒，自作孽不可活，路是你自己选，后果自然由你自己承担。江景怡，算你狠，咱们走着瞧。好啊，好得很呢！你们这群背信弃义的东西！顾总，您这话从何说起呀？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我们不过是选择了更值得效力的平台和领导，难不成还要继续留在和义，陪着您跟您的那只羊，继续过家家？虽然和一创想因为丑闻接不了硕科的单子了，但硕科的项目依然是整个行业眼红的焦点，所以我们必须拿出最快的反应速度和最硬的方案，确保万无一失。技术层面没有问题，针对硕科项目的核心演示模块和交互逻辑，我们已经演示过很多遍了。我可以立即带领团队在短时间内完成深化，保证我们的行业技术领先。财务这边现金流充足，完全能支撑项目前期投入和后续发展。可是出了顾一鸣这档子事，不知道硕科那边会不会对南城设计公司的观感受到影响？毕竟裴总他……江总，硕科的裴总来了，就在前台。请裴总去 VIP 会客室。会议暂停。我的天哪，那就是金圈太子爷裴志业，哇，比财经杂志上还帅，这气质绝了！听说他家的背景深不可测，资产遍布全球，是真的老钱。硕科未来值他随手玩弄的产业之一。他关键还这么年轻，你看他那生人勿近的气场，真绝了。帅啊！这温莎节颜色会不会太沉重了，显得不够有亲和力？自从裴总早上决定亲自来电话，整个人就变得非常不对劲，居然让我紧急给全公司人手配发一个便携镜，还说什么公司形象从仪表开始，这借口找的绝对是为了合理化他照镜子行为啊！江总，冒昧来访。裴总大驾光临是景华的荣幸。江总，硕科园区的项目时间紧急，合一那边已经不堪重负。我非常看好锦华的稳定性和江总的个人能力，所以我想把这个项目交接给你们。啊，当然，如果在交接的过程当中出现任何问题，或者有外部因素而产生的困难，硕科这边都可以提供必要的帮助。这么主动？难道是因为之前在酒吧被我看到被下药的样子，还被误认成男模？该不会是觉得我知道了他这点黑历史，想用合作来堵我的嘴？感谢裴总的认可和支持，合作愉快。合作愉快。你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不会说出去的？说出去什么？这和我们今天谈话内容有关系吗？裴总，您还好吗？裴总，我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江总他误会了？他误会您，可能是因为酒吧那点小插曲，觉得您面子上过意不去，才用这个项目来让他分口。
特助，裴总这对着手机发呆一上午了，叫他也没反应，该不会是遇到什么棘手的大麻烦了吧？从来他都没有这样过啊。没事，裴总他只是在攻克一道难题。滚！都给我滚！还没倒呢，一个个养不生的败了！没了你们，何以照样赚？一恒哥哥，一恒哥哥，他们怎么都走了呀？哦，刚刚那个人出去时还撞了我一下，还不跟我道歉呢。现在公司没有人陪小丫玩，小丫好不开心啊！玩什么玩？没看清楚吗？公司都要完了，静静就想着玩，就不能懂点事儿？哎，那谁？哎呀，就是你，跟你说话呢。赶紧的，带我们去你们顾总办公室。我们呢是你顾总的爸妈。龙生龙，凤生凤，有什么样的爹妈，就有什么脑回路的儿子，绝配。这公司早点关门大吉吧。你个鳖孙儿，你给我站住！我记下你了，不让我儿子立马开除你，把你工资扣光！你个皮腿子，你乡巴佬！行了，跟这样没素质的人废什么话呀？赶紧看看儿子去，公司乱成什么样了？乡巴佬，你腿子！哎呀，这怎么乱成这个样子了？啊！公司的员工都是死人呐！儿子，扣他们工资全都扣光。就是，你养这些玩意儿吃个饭的，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哎，儿子，先不说这些了，你快给妈说说，咱们家那主卡是怎么回事呀？哎呀，我今天到商场去了，看上一个包，这刷了半天卡都刷不出来呀！真是让我在姐妹面前老脸都丢光了。就这样。还约了牌局呢，这钱都拿不出来，我怎么去打麻将啊？冻结了，公司账户连同关联的所有账户都被银行冻结了，1分钱都动不了了。什么？冻结了？为什么呀？江景一人呢？快叫他来处理呀！这种事情他是最拿手的。我给他打电话呀，一直都打不通，不知道死哪儿去了，一点当人媳妇的觉悟都没有。叔叔阿姨，你们还不知道吧？就是江锦衣那个坏女人干的。她早就背叛了一恒哥哥了，她自己跑出去开了一家公司，还把公司的主干部全部都挖走了，而且她还把一恒哥快到手的业务都抢光了。她就是故意的。啊？什么？反了天了！江景逸这个这么个。眼里还有没有我们顾家？他就不怕我们让一恒跟他分手，把他赶出顾家？哎呀，他一个没人要的女人，离了顾家，我看他怎么活。不用你们赶，他早就把我给甩了。什么？哎呦，我的傻儿子，你怎么这么傻呢？他说分手就真分手啊？你这脑袋也不转个弯儿。他今年都28了，这女人呐，一过30就是昨日黄花，没人要了。你看他现在就是嘴硬，其实呀，心里慌得很。来，儿子，你妈说的对啊，这么多年了都没听她说过家里的事儿，八成啊，爹不疼娘不爱，没什么依靠。来，这种女人最好拿捏了。就是。这怎么办啊？公司账户被冻结，员工辞职，客户被抢啊！江锦逸会看上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吗？哎呀，怕什么呀？这不还有我跟你爸呢吗？我们吃过的盐比他吃过的米都多，还能让他一个小丫头骗子？翻了天呐！啊！还有我，小雅也可以帮上忙哦。
这一块的动线还需要优化，要考虑到。江总，不好了，顾总的父母在公司楼下大堂闹起来了，吸引来了很多围观的人，还有记者。我知道了，稳住员工，我先下去处理。大家都来看啊，就是这个女人，她叫江锦义，她为了钱背叛了我儿子，你们看，跟这老男人是勾勾搭搭呀。他们利用我们顾家的资源，反过来把我儿子的公司掏空了，抢走了所有的业务。她就是个水性杨花、毒血心肠的女人呐。好啊，江锦义，你还有脸来呀？你这不要脸的女人，今天给我们个说法。我们老两口啊，辛辛苦苦一辈子，就指望儿子能有点出息。现在可倒好，被这个女人害的是倾家荡产啊，连养老的钱都没有了。哎呀，这世上还有没有天理呀？江总，对于顾先生父母的指责，您作何解释？您创立锦华设计的启动资金是否真的来路不明？您是否真的存在不道德的竞争行为？解释，我自然是要解释的，不过啊，空口无凭。过去10年，二老的节日生日我从未缺席，从几十万的节日礼金到上百万的医疗开销，这是我作为准儿媳10年来的部分付出。我扪心自问，我对你们毫无亏欠。至于濒临破产，那是因为你们的好儿子顾一恒能力赶不上野心，公私不分，把商业谈判当成是过家家，是他把公司带到了破产的边缘，与我何干？这没有金刚钻啊，就别揽瓷器活了。这看起来江总确实挺孝顺，付出很多呀。和一创想破产真是自己作的，那又咋啦？你这不都是你该做的吗？我们早都把你当成自己家人了，你给我们花点钱操点心，那不天经地义吗？就是，你别想糊弄过去啊！这张照片你怎么解释？你跟一个老男人拉拉扯扯，就是你自己不检点，就是你背叛我儿子的铁证。江总，根据时间线，您与这位先生会面时，似乎并未正式与顾总分手，这似乎意味着您在感情上存在无缝衔接，甚至脚踏两只船。请问您的私生活是否一向如此丰富多彩？锦华设计能在短期内迅速崛起，是否与您这种特殊的交际关系有关？你们这是恶意揣测，毫无根据。呦，这就跳出来护主了。我看你跟他一样贱，怪不得这么着急呢。冥顽不灵。播放第2段视频。这位是周叔，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长辈，我们光明正大的交谈，举止正常，有这段完整的监控为证。怎么回事？一恒不是说这种公共监控最多保存7天就会被覆盖吗？他怎么会有？幸好我从未低估过人性之恶，备份关键证据，有备才能无患。你们拿着一张角度刁钻、恶意借位的照片，就在这大庭广众之下肆意造谣，那我倒是要问问你们，如此处心积虑的造黄谣、泼脏水，意欲何为？你们对此作何解释？这张照片的来源在哪里？你们是否故意用虚假信息误导公众，诽谤江总？
我们也是被蒙骗的呀。这照片是别人给我们的，我们也不知道是假的呀。别说了，快走吧。站住！站住！今天这场闹剧，大家也都看到了。一张恶意借位的照片，几段肆意编造的谣言，就差点让我10年努力付之东流。而这正是我们无数职场女性所面临的困境。我们熬夜加班，拼尽全力所做出的努力，却能够轻而易举地被一句“是不是靠睡上去的”所抹杀。我们的能力，我们的专业，在某些人眼里，永远都比不上那些下三滥的谣言。试问，今天如果没有这段监控，我是不是就百口莫辩，跳进黄河也解释不清了？那些和我一样在职场上奋力拼搏，渴望证明自己的女性，是不是随时都可能因为这些黄谣而前途尽毁？黄谣从来都不会轻者自喜，只会在阴暗的角落里愈演愈烈。往轻了说，是职业名声永久的污点；往重了说，就是对一个人所有努力和尊严的抹杀。从今天起，我希望这个职场能够对所有的女性多一点善意，多一点公平。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是因为我们拥有不输于任何人的能力、智慧和毅力、决心，而不是靠那些肮脏的臆想和诋毁。各位观众，我们刚刚见证了江锦衣女士为自己证明，更是为所有职场女性发出了强音。你们今天的言行已涉嫌公然侮辱和诽谤，对我和公司的名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接下来的话，就请你们去派出所跟警察解释清楚。哎，锦衣啊，我们老了，我们老糊涂了，我们知道错了，你可千万不敢把我们送进去啊！你送进去，我们这老脸往哪儿放啊？是啊，说到底呢，咱们是一家人，何必闹成这个样子嘛，是吧？带走！你我们错了！多一点公平。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是因为我们拥有不输于任何人的能力、智慧和毅力、决心。裴总，我们准备好的紧急通关公告和那些引导舆论的渠道需要撤回吗？不用撤，再加一把火。是因为我们拥有不输于任何人的能力、智慧和毅力、决心，而不是靠那些肮脏的臆想和诋毁。看看，我们反倒成就了她呀！她现在成了为女性职场发声的女英雄。锦华的订单接到手软，我呢成了全网唾弃的过街老鼠了。都怪你！要不是因为你没用，管不了公司，也管不住女人，我们至于去丢这么大的脸，还要吃官司吗？还有你柳安安，我看着你从小长大的，我怎么没看出来你是个天生的扫把星呢？要不是你出去惹是生非，公司现在能成这样吗？凭什么怪我啊？是你们自己没本事的。你们说你们能拿捏江锦衣，哦，现在坏事了，怪在小安头上。你们都是大坏蛋！够了，都别吵了，吵架有什么用啊？只会让江锦衣看我们的笑话。没错，来，这口气不能就这么咽下去啊！你得想个法子，把失去的连本带利都给他拿回来。这王硕的死哪去了呀？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的，赶紧联系他，我要找他有重要商量说。您再考虑考虑吧，我真是合一创想的老人了，我业务熟，能力广，江总他知道我能力的呀。江总您留步，是我，王硕。王硕，真是稀客呀！
怎么，顾总那边发不起工资了？江总，不瞒您说，何毅现在都是个空壳子了，马上就要完蛋了，都怪顾一恒眼瞎，是非不分。哦，还有那个柳安安，除了哭和闯祸，其他什么都不会干。我之前也是迫不得已的。江总，看在咱们之前共事的情分上，求您赏我口饭吃吧。上有老下有小，不能失业呀。江景逸这个女人，表面强，实则罪孽就浅，不然也不会收留那么多合一过来的老员工。我只要放低姿态，把她捧高，她肯定会心软给我一个职位。情分，跟你这种人讲情分，我怕脏了我锦华的地板。当初你鞍前马后吹捧柳安安，帮他抢同事的功劳，替他找背锅侠的时候，怎么没想过跟同事共事的情分？现在合一这艘船要沉了，你倒是第一个想要跳出来洗干净的老鼠。可惜锦华不是垃圾场。江锦逸，你别太过分了，一点旧情都不念，你非要赶尽杀绝吗？念旧情，那也要看看对方是人是鬼啊。送你4个字：好走不送。旁门左道，迟早完蛋。不用看了，这位金牌马屁精的大名，行业里都传遍了，哪个正经公司还敢用他？以前的业绩不就是靠着舔柳安安从别人手里硬抢过来的？什么玩意儿啊！给脸不要脸！啊呸！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说不定何一还能起死回生呢。哎，顾总，哎，刚才在忙，没看到消息，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哦，我马上过来，现在就过来。这个人是何一创想的。这个人是何一创想的。是的，裴总，他叫王硕，是顾一恒一手提拔上来的。此人风评极差，能力没有，心术不正，靠着钻营空子巴结柳安安，在合一混日子。派人盯着他。明白。裴总，这么巧，来了怎么不上去坐坐，或者跟我说一声？江总，我刚好路过，顺便处理一些事情。哦，路过还能这么精准的停在我公司门口？裴总，你这导航可真智能啊！那个江总，你等一会儿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聊一下园区设计的一些事情，顺便一起吃个晚饭。真不巧啊，裴总，我爸刚约了我今晚回家吃饭。啊，不过裴总，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可以一起啊，家常便饭而已，添双筷子。这样会不会有点太唐突了？完全不会，我爸可随和，放心吧。不过对顾以恒倒是例外，连面都没见过，就讨厌的毫不掩饰，老辈子看人就是准呢。裴总，怎么样？给个面子？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啊，上车。
城南别墅区。江伯父也住那儿？江伯父也住那儿？哦，这几年很多人都在那边买了房，图个清静。我爸非说那边离我公司近，硬是买了一套，让我常回家看看。哦，原来是这样。江总，你现在能够这么全身心的投入到锦华设计当中，想必合一创想那边已经彻底了结了自己的个人关系。开口贵了，裴总，你这话题转折连个预告都没有啊，直接从星辰大海跳到了儿女情长。已经彻底结束了，现阶段我更想专注于自己的事业，把锦华做到行业顶尖。就是我爸比较着急，总怕我嫁不出去似的。前段时间还跟我说什么小时候定下的娃娃亲，走了一个顾一航，后面还排着个娃娃亲。那江总对这个娃娃亲怎么看？我更倾向于自由恋爱，自己选择相伴一生。不过对方人品如果不错的话，可以先当朋友接触接触看看，要是缘分到了呢？快边停车。是，裴总。怎么了？黑之燕，你这是干什么？初次见面，一点小小的见面礼。见面礼啊？不是，就你这阵仗，你说是上门提亲我都信。要是上门提亲的话，这一点怎么能够呢？裴总，真不用这么多，你从这里面随便挑上一两样拿回去就意思一下就行了，要不然我爸看见这牌面，指不定怎么想的，肯定要拉着你问东问西，刨根问底。江总啊，您多虑了，我们裴总啊求之不得，他恨不得江老先生能多问几句，最好能从生辰八字直接问到婚期安排。裴总，这太夸张了，那个还有这几个，要不然就先去。你没事吧？有没有被碰到？没事。走。锦逸，之燕，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发展这么快，没人通知我呀？爸，不是你想的那样。刚才爸，伯父，您是锦逸的父亲啊？爸，你真的误会了，我跟裴总，我俩就是单纯的商业合作伙伴的关系。刚才那是突然有东西掉下来了，裴总他不得已而为之。伯父，我确实不知道锦逸是您女儿，如果有什么失礼的地方，还请您见谅。这小子眼神就没从锦逸身上挪开过，还在这儿跟我装镇定。哼，看来不是没意思，是还没找到台阶下。罢了，老头子，我就再推你们一把。无妨，无妨。看来是缘分使然，原来你们两个早就认识了，而且还成为了合作伙伴。说来也巧啊，前两天你父亲刚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你对我们早年间给你定下的这门娃娃亲那个态度是唯恐避之而不及呀，让他很是头疼。
我们两个老的呀，私底下也商量了一下，时代变了啊，强扭的瓜呢也不甜。既然你已经明确的表示了你对这门亲事无意，那我们做长辈的也不好勉强，省得你们年轻人烦。正好啊，过几天我生日宴，来的宾客也多，我打算呀，到时候在生日宴上跟大家把这件事情说开啊，告诉大家，从此以后我们两家的这个娃娃亲呀就不作数了，往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也省得伯父等一下，我承认我之前对于这个婚约有点抵触，对于这个未知的对象有过片面的设想，那是我当时太武断了，是我想的不周到。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呢，我发现锦衣的能力、魄力以及个人魅力。伯父，对于取消婚约的提议，我希望您能够收回。我裴之燕在此郑重请求，希望您和锦衣能够给我一个以结婚为前提，正式追求锦衣的机会。之燕啊，你的心意呢，伯父已经感受到了。不过这件事情还是要看看锦衣的意思。不过话说回来，伯父真的很看好你。你看，你年纪轻轻的就在 AI 行业里面做得风生水起，而且你的能力担当在同行业里面都是出类拔萃的，而且最重要的是长得很帅嘛。锦衣啊，你看老爸当年的眼光是不是特别的棒？给你挑的这个娃娃亲对象是不是万里挑一？爸，你就少说两句。爸就是给你开个玩笑，你怎么还急眼了呢？好了，你们两个年轻人再聊一聊吧，我去看看锅里煮的汤煲好了没有。裴总，说实话，这确实有点突然。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把我们的关系往这方面设想过。不过，试试看，好像也还不错。毕竟像你这么优秀又抢手的人，主动要求一个追求的机会，我要是直接拒绝的话，那多少显得有点不识抬举。那明天有空吗？我们约个会。好啊。现在想来，我好像确实很久没有正式约会过了。正好，明天我要去挑选生日宴穿的礼服，刚好可以一起看看。哇，这个衣服很适合你啊，沉静又不失力量感。谢谢。你去忙吧，工作重要，我再看那家。好，等我回来。安，这次机会千载难逢，我费了9牛2虎之力，才弄到了江氏集团江董的生日邀请宴。他可是南城的首富啊！只要那天我们攀上这层关系，得到他的青睐，别说什么锦华设计了，到时候我们失去的会连本带利的赚回来。可是这些衣服都太成熟了，一点都不适合小杨。小杨想要穿的可爱一点的。好了，小杨，你要乖，要懂事啊，不能再这么幼稚了。作为我的女伴呢，咱们要端庄大气一点，好吗？好。江锦衣，你怎么在这儿？
顾总还挺有闲情逸致嘛，公司账户冻结，员工四散，这眼看着就要破产了，还有心情带你的小青梅来逛街啊？我没工夫在这跟你吵。一航哥哥，小安就要这件，这件裙子亮闪闪的，好漂亮啊！给他拿一件。不好意思，先生，本店的礼服都是独一无二的，售出就没有第二版了。你把你身上的换下来，给他试试。顾一航，凭什么？凭什么你觉得我会听你的？你觉得你现在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脚的？江景逸，你心眼怎么那么小呢？安安她还小，不懂事儿，你跟她计较个什么？让一件衣服又怎么了？还小，20多岁的巨婴啊！那你们来这高定礼服店干什么？应该出门右拐，隔壁童装店更适合。江景逸，你看看你浑身上下哪一点像个女人的样子？强势又刻薄，得理不饶人。你要像安安一样，懂得撒娇卖萌，温柔一点儿，也不至于人老珠黄的时候嫁不出去。不然你这个样子，哪个男人敢要你啊？谁说没人要？我要，并且求之不得。哦，好啊，江景逸，我说你刚刚说话怎么那么硬气呢？原来早就找好一个男人给你撑腰了呀！我跟谁在一起还需要向你报备啊？你谁啊？你该不会是为了气我，故意找个人来演戏？哎，你这未免也太过幼稚了吧！气你啊，顾一航，你也配？小子，我劝你啊，擦亮眼睛。这个女人呢，强势又无趣，除了有几个臭钱，还能有什么呀？我看你长得还挺白净的，是个当小白脸的料。你这零花钱，不会都是她给你的吧？看你这样子，伺候富婆的经验应该蛮丰富的。你这腰和腿恐怕已经被掏空了，不行了吧？哎，我刚好认识个老中医，专治肾虚，要不介绍给你？要不然这以后的钱恐怕不太好赚。你说我腿脚不行啊？那你试试。一航哥哥，一航哥，你没事吧？现在知道行不行了？一航哥，你没事吧？江景逸，就这么看着让他打我吗？当然不是，我不仅要眼睁睁的看着，甚至还想加两脚。我要报警，故意伤人。好啊，请便。正好这家店的监控是带录音的，就把你刚才那些关于什么小白脸伺候富婆的言论一并交给警方，或者呢直接发到网上，看看你所剩不多的名声会不会雪上加霜。不行，南川首富的生日宴就在眼前，我绝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再做任何的负面新闻。江景逸，
还有你这个小白脸，你给我等着，咱没完！哎，走了，别找。哎呀，今天造成的损失，我们全额赔偿。好的，先生，非常感谢。他一直这样看着我，是觉得我太冲动了，行为粗鲁了吗？会不会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你刚才那几招实在是太帅了，你是不是专门学过？要不教我一下，下次他再嘴贱，我自己来，我直接就是一脚。好，我教你。我教你。裴之燕先生，鉴于你刚才表现优异、英勇护花、武力值和颜值并存，我决定提前让你通过试用期。恭喜你，从现在开始正式成为我江景逸的男朋友。求之不得，我以后会再接再厉。哇，一恒哥哥，这里好大好漂亮，就跟小羊梦里的城堡一样。你以后也给小羊打造个这样的城堡呗。少说两句。哟，我当是谁呢？江景逸，南城首富这等规格的生日宴也被你给混进来了。周老，您老人家来这儿打工就算了，怎么还偷偷带人进？顾总，管好你自己。怎么没带你那个小白脸一起过来呀？哦，也是啊，那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确实丢人。哎，你还有点自知之明呢吗？让裴之燕裴先生前来为姜老先生贺寿。裴之燕，金圈太子爷裴之燕居然也来了，真是天助我也！要是能攀上他，裴总，哎，裴总你好，我是合一创想的总裁，顾一恒，那个能在这儿遇见你，真是我三生有幸啊！顾总，不必行此大礼。裴总，你是裴之燕，裴总，江景逸，难怪锦华设计能那么顺风顺水啊！原来你早就攀上了裴家这棵大树了，是吧？你那些所谓的有实力、有能力，全都靠他砸钱用资源堆出来，你装什么清高独立啊？锦华设计从创立之初到现在的成绩，完全是由锦逸自身的能力、眼光以及付出，与我裴之燕没有任何的关系。他江锦逸从来都不是，也永远不需要依附任何人的藤蔓。他是能与我裴之燕并肩，甚至能让我仰望的角。你这说的比唱的都好听。裴总，你这种身份的人，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呀？啊，是，她现在是年轻漂亮，你玩玩也就罢了。等她人老珠黄了，我看你还能新鲜个几天？江景逸，你以为你这就赢了？你不过是他一时兴起的玩物。这话说的太过分了。不过裴家那样的门第，确实是啊，豪门深似海，
像裴总这样的身份，身边肯定不缺年轻漂亮的女生。今天这个，明天那个，谁又说得准呢？看吧，被我说中了吧？江景逸，你呀，景逸，这个场合不在我的原本计划之内。我原本想找一个更私密、属于我们2个人的空间，不想在江伯伯的寿宴上喧宾夺主。但是有些话必须得说，有些心意不能被那些污言秽语所玷污。景逸，我想向你求婚，这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深思熟虑之后的渴望。我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江景逸是我裴之燕此生唯一的伴侣。当然，你如果没有做好准备也没有关系，1次不行，我就求10次；10次不行，我就求100次、1000次、10000次，直到你点头同意为止。裴总太男人了，当众跪下求婚，这得多大决心啊！是啊，这简直是偶像剧照进现实，太浪漫了。钻石求婚，真是笑话了。哎，景逸，你一个普通人，拿什么配裴家啊？你以为裴家大妈有那么好进吗？到时候这裴家的长辈会容得下你这种身份？来，大家评评理啊！我跟江景逸在一起整整10年，我都没有见过他父母长什么样子，为什么呀？啊，不就是因为他父母上不了台面啊，怕在我面前出丑丢人？哎，说不定啊，他父母是什么山沟沟里的人，像他这种人的话，也配合裴家结为亲家吗？你说对了一半。我呀，确实怕出丑，不过我是害怕你出丑，怕你那点可怜的虚荣心和优越感，在我父亲面前碎得连渣都不剩。你这真是死鸭子嘴硬啊你啊！来，你现在有本事你就给你父母打电话，哎，不会现在打电话还要让村长去喊人，让2个老人家坐着咣当咣当的升降大巴颠簸几10个小时才进城吧？啊，门第之见确实存在。放开！不过我江家的女儿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随随便便高攀的。儿子，江董，儿子，爸，啊，你们怎么在这儿？你不是说你想见见景逸的父亲？我江翰林，南城江氏集团的董事长，也是景逸的亲生父亲，来了。你对我女儿有什么指教啊？南城首富江董，是你爸？是啊，当初跟你在一起隐瞒家世，是想着要呵护你那点可怜的自尊心。现在想来，好像是我多余了。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要讲门第论出身吗？顾一航，那我现在问问你，我江家的门第够不够和你顾家相提并论呢？根据调查，顾一恒原籍西山省大柳树村，父母于20年前进城务工，后因其子顾一恒创建合一创想，家庭经济状况得以改善。然而，经济条件好转后，顾家3人多次在公开及私下场合发表对农村出身背景人士的歧视性言论，行为踩高捧低，忘本逐利。搞了半天自己就是泥腿子出身，刚穿上几天好衣服就开始瞧不起种地的人了。真是忘了祖宗，恶心！呸！景逸，
我真的知道错了，是我不知好歹，求你原谅我。你看在我们10年感情的份上，再原谅我一次好不好？都是他，是这个扫把星的错，是他勾引我，是他的挑拨离间。不是他的话，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要不你就怪他吧。一恒哥哥，你坏！你为什么要欺负小杨啊？小杨把这些都交给你，为什么要抛弃小杨？你是宇宙无敌、超级大坏蛋！你个扫把星，你这个狐狸精，你敢打我儿子，我跟你拼了！你都是就是因为你让我们家破人亡的，你。哎，东哥，都是你们这2个老东西！要不是你们投胎没有投好，天生你一辈子的命，我指日今天在这低声下气做什么？你个孬孙啊！就是这样对待你的娘嘞！你傻孙，别孙，笨孬孙！呀！我怎么杀你了？我要你这败家老头杀嘞！我不活我！哎呦！待下去。我活不成了。诸位，让大家见笑了。说来也是巧合，我听闻锦衣被人诋毁，匆匆忙忙地赶了过来，结果就在门口看到顾一恒的父母在偷偷摸摸、鬼鬼祟祟，想用他儿子的那一张请柬进来攀附关系。我没有办法，只能把他们抓进来，让他在大家面前现出原形。爸，那是他自己自作孽不可活。我本来想着好聚好散，给他留点体面，可他自己不要。哎，先生，刚才那场闹剧结束了，我们继续。当然。锦衣，你愿意嫁给我吗？让我用余生所有的时间来证明，今天的选择是对的。我愿意。 시간을 넘어 너에게로 갈 수 있을까 그때 난 너의 손이 놓지 않을게 저 달빛 아래 너와 함께 할 수 있다면 그때 널 붙잡을게